收看《健康新知》，你给我30分钟，我给您健康一生。打鼾是发生了睡眠呼吸中止的一个警讯哦，鼾声如雷，伤的是谁？绝对不是你枕边的人而已，伤的最重的其实是本人自己哦。所以长期打呼的话，会造成哪一些的问题，影响我们的健康呢？有什么方式可以来治疗？今天为你邀请到的专家是基隆长庚医院耳鼻喉科李一展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李医师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长庚医院耳鼻喉科主治医师李一展。是李医师，今天我们要来跟观众朋友说，怎么样告别打呼哦。是。我觉得打呼的男女都有，对不对？可是男性比例是不是比女性高一点？男性的确比女性高，大概高了2到3倍的可能性会有打呼。是我们一开始就说打呼伤的是谁？伤自己，也伤枕边人，也伤全家人的感情，对不对？是，所以其实，在耳鼻喉科，这算是你们的科别之一吧？是我们因为耳鼻喉科就是处理呼吸道的问题。打呼就是呼吸道产生的一个震动发出来的声音，所以是属于我们处理的一个范围。是，所以会不会有很多常常家庭问题要靠耳鼻喉科医师来解决的？是啊，我们也是看了很多夫妻或男女朋友一起来，对，是也有哈。所以观众朋友，真的我们要正视这一个，那我们也要来告诉观众朋友说，其实打呼打鼾，我们常常这样说，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打呼其实如果真的要说，我们会说是呼吸道狭窄的一个症状。在医学上，如果真的要讲打呼的描述的话，会说是在睡眠时候，呼吸所发出的一个噪音。这个噪音是反复发生的，是震动性的，是粗糙的。对，然后大部分都在吸气的时候发生，少数才会在吐气的时候发生。哦，所以是吸气才会有呼的声音，才会有这种那个嘈杂的声音，对不对？对，绝大多数都是在吸气的时候震动发出的声音。所以呼吸的时候呼出去的反倒不会有，呼出去很少数人才会打呼。是，所以我们来看看耳鼻喉科来教我们，其实正确的呼吸方式应该是用鼻子来呼吸的，用鼻子呼吸。是，可是现在人哦，很容易哦，就鼻子呼吸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感觉不到我们在呼吸，可是我们每分每秒都需要呼吸，对不对？是的。所以可见这是一个多么自然、下意识的动作。但是呢，有些人偏偏鼻子不好，是，所以哪些情况会造成他没办法正常的用鼻子来呼吸？鼻子呼吸，因为是我们正常的状态。那真的要说鼻子的功能的话，大概一般我们会说有4个功能，包括说就是让空气变得比较湿润，帮空气增加一些温度，不要太冷这样子。然后使我们的讲话声音有个共鸣的地方。对，另外当然就是帮助我们呼吸这样子啦。那有时候这是真的没有办法用鼻子呼吸，主要原因是因为鼻子。像例如说常说的鼻中隔的弯曲，鼻中隔弯曲，对，鼻中隔弯曲让鼻子两边的大小不均匀，对，变成说呼吸受到影响，或者是说鼻肉的一些肿胀，对，鼻肉肿胀让我们呼吸整个塞住，这些可以说是最常见导致呼吸就是有问题的原因，这样。没错，所以呢，其实有些人他真的没办法用鼻子呼吸，所以只好用嘴巴呼吸哦。那我们今天早上的打呼哦，真的是我自己的枕边人都会打呼。然后遇到打呼的时候，你的睡眠品质就不好。那睡眠品质不好以后，睡不好，隔天火气就来了。所以我常遇到一个方法，就是要么自己先睡，就是说。比那个会打呼的人呢，我们不打呼的人，我们就赶快睡。可是我们也要进到深层的睡眠啊，才有可能不听到，也不会被干扰，对不对？对，我们其实，在临床上遇到很多情形，例如说，好像小朋友在外面读书，然后周末才会回来家里。回来家里的时候，发现说他只要因为他们是同一个房间睡觉，睡觉的时候不管爸爸妈妈都在打呼，他就晚上没办法睡觉，就变成周末不想要回家。是会造成孩子不愿意
意回家的原因，对不对？或者是说会造成就是患者本身的不好意思。例如说，他可能跟朋友出去玩，对，出去玩难免会坐游览车啊，坐游览车坐着就能打呼，对他坐着睡着就开始打呼，旁边的人都没办法休息，没错。或者是说，好像没有人要跟他同一个房间睡觉，没错。对，那这个是会让病人自己觉得比较困扰，比较不好意思这样。是，所以其实打呼不只是说会影响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家庭关系，其实对于自己本身也有很大的问题哦。所以这边呢，李医师要来告诉我们，其实它是有一个渐进式，而且打呼为什么我们会说它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影响身体的话，主要是我们先从睡眠呼吸障碍开始说。打呼其实是睡眠呼吸障碍的一个部分，是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循序渐进，或者说有学者提出这是由轻到重的一个过程。是，对，那主要它会发生这些睡眠呼吸障碍，就跟呼吸道变得比较狭窄相关，有关系啦。对，正常我们呼吸如果呼吸道这么宽的时候，呼吸都非常顺畅，但等躺着的时候，这肌肉的张力变差，或者是说一些解剖构造的关系，所以变成呼吸道变得窄一些。假如说我们都要呼吸一样的空气、一样的气流量的话，这么小的空间，阻力变大，我们一定要用力吸气。没错，用力吸气可能就造成一些空气中的乱流，就会造成第一个是打呼的情形。如果这个空间再继续狭窄，这个呼吸道的阻力变得非常大，我们就会叫做是呼吸道的阻力症候群。是。如果说它的空间再更小一些，完全阻塞，真的是完全吸不到空气了，我们就会把它叫做是睡眠呼吸中止症。所以从打鼾一直到有阻力，呼吸道有阻力，是，然后一直到呼吸中止症，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对不对？对，它统计起来，很多学者都认为说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并不代表说，我有了打呼，我就不会有睡眠呼吸中止症。是，有时候这些情形是会重叠的。OK， 所以同时会发生啊。是的，是同时会发生。是，所以轻微可以算是打呼。对，打鼾它算是一个比较轻的一个症状了。是，可是这个症状你不理会它，你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正常的，年纪可能大了，然后肥胖了一点，肌肉松弛了一点，可能就会正常，把它视为一个不是疾病，不是问题，对不对？对，但是的确这个东西不管是在台湾的健保局的制度下，或者在外国、美国或是欧洲的系统。打鼾都是已经被认定是一个睡眠呼吸障碍，它是一个已经被认定的是一种疾病，这样。好，所以我们来看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睡觉是最放松的，是，所以也是要我们休息，然后脑在排毒，身体在运作休息的时候，对不对？是。所以这时候我们的肌肉，全身的肌肉在睡眠状态，它是不是放松的？对。常常见到的一些打呼的症状的话，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就是说喉咙的我们说肌肉张力减弱。OK， 打呼的情形是在睡眠的时候才会发生的，对，醒着的时候从来没有发生，从来不会啊，对，因为醒着的时候我们肌肉张力比较好。可是你刚刚说在游览车上都能打呼，可是它是坐着的打呼。这时候喉咙的肌肉张力也是放松了吗？对，因为睡眠就是个放松的过程，他在睡着的时候，肌肉张力已经减轻了，所以不管是躺着、坐着、半卧，都是放松了。对，不过像刚刚情形，如果说到在坐着的时候睡着，他都会打呼，那就代表他的情形真的是比较严重的，是不是？哇，所以坐着比躺着还要严重就对了啦。对，一般是只有躺着比较容易打呼的，如果坐着连坐着都会，而且还会有呼吸中止症的那种感觉，会呼声有很大声，然后突然就没有声音。对，这是不是比较类似像呼吸中止症？对，因为研究起来，如果因为我们刚刚说它是个渐进的过程，是如果说我们完全不做任何检查，那要怎么知道说这个病人到底是只有打呼而已，还是有呼吸中止症？我们常见一个情形就是，好，我们就在睡眠的时候听这个病人呼吸的声音。假如说只有打呼，一直打呼，一直打呼，呼吸都是很正常，对，很规律的，那可能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第一个，如果你有听到病人的呼吸有突然间终止，停下来，然后连呼声都没有了，连呼声都没有，超过10秒钟 ，OK， 这就代表说他很可能就有呼吸中止症了。是，这是还没有去给医生做评估检查，只是你的枕边人在观察，你就可以轻而的判断说，他到底是纯粹只有打呼、打鼾，还是说他已经进入到有点
睡眠呼吸中止的这种感觉了，对不对？对，这些都是旁人可以听到的。所以很多男生是不是都是也要太太陪着来才愿意来治疗的？是，的确是这样子。是不是？大部分的先生太太的话，通常都是一起来门诊，一起来，对，是一起来接受耳鼻喉科的医师的专业的评估跟治疗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有的救，对不对？有的救的是有的救的。好，那我们给观众朋友看一段影片，到底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医生刚刚说的，你的喉咙、你的肌肉是放松的状态下，我们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才会来打呼 ？OK， 对，我们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美国耳鼻喉科医学会放在网络上公开的，给各位就是民众所看一看有关打呼的一些解剖构造的问题。好，我们现在可以听到，这就是常见的一些打呼的声音哦啊，打呼是影响很多人的生活，还有夜间的睡眠这样子。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呼吸，我们看到他的那个胸部这样子上上下下这种呼吸而已，对不对？对。那在打呼的过程中间，我们可能要看一下喉咙的解剖构造。那我们这边所看到的，第一个会看到喉咙的它的一个上下起伏，对不对？对对对，我们看这个图形的话，会先知道说，第一个这个地方是我们舌头的最后面的地方，叫舌根。OK， 这个地方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卡通会看到喉咙里面有一个小舌头，我们自己看的话，对，叫悬雍垂或者是软腭的地方，是这个地方就是最容易发生打呼的情形的地方。哦，因为通道好像变窄了。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影片。是，正常空间是会这么宽的，但是如果在打呼的情形的时候，舌根往后下，对，往下倒，往后倒，造成呼吸的这个空间变小。哦，这个气流进来的时候就容易造成一些乱流，是软腭这个地方一直在震动，就造成打呼的声音。难怪，所以是他们两个相互震动发出的声音。对，是的，是，所以其实透过这样的影片，观众朋友就能够很清楚的，马上就知道说，原来为什么我们躺下去。所以有人说，如果越来越肥，我们喉咙颈部这边是不是肌肉也会变肥大？对啊，常见的几个打呼的原因，当然有一个就是包含了就是体重变重了。体重变重的话，因为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如果呼吸道空间是这么宽的，没错。如果可能年轻的时候，20岁的时候体重是50公斤，那年纪稍微到可能70、80岁，年纪比较大一点点，新陈代谢变慢了，那体重增加变成是80公斤，是呼吸道这么宽，可能就变得这么窄，因为周围就是被一些脂肪组织所塞住了。了解。所以真的，这是打鼾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跟体重息息相关的一个疾病，非常非常相关。是，所以如果观众朋友如果真的想要改善这个症状的话，其实减重会是第一个很有成效的，对不对？是，如果真的要说到治疗的话，当然我们可以说到比较保守的治疗跟比较积极的治疗。保守治疗大概我们就会说是就是患者在家里自己就可以处理的状况。其中一个大概就是减重，是体重控制。对，但是减重我们医学统计起来，大概要比较有效果一些，大概最少要减10%的体重。哦，是。如果是70公斤到80公斤，成年男性来讲的话，大概就要瘦个8公斤左右。没错，好，所以大家都希望不要再打呼了。是。所以呢，今天李医师要来告诉我们，有一些方法，有一些辅具，或许多多少少可以帮助我们。但是呢，如果你都没有效，那就应该要来找耳鼻喉科医师来解决了，对不对？是。那这一张是一个我们口内的一个情况哦，所以李医师这个的话，这可以告诉观众朋友，这个跟我们打呼也有息息相关，对不对？是，这是一个像我们临床上常见到病人喉咙的症状。所以你如果他来做检查，你也会看一下他喉咙的一些症状。是因为喉咙这个地方就是打呼最容易发生的部位。对，以这个病人来说的话，我们说最容易跟打呼相关的构造，大概就是中间这个地方。像我们在卡通或者是说在电视常会看到，就是说这是一个小舌头。医学上我们会叫它是悬雍垂。它大概有2个功能，第一个是把嘴巴跟鼻子分开来，防止说吃东西的时候或喝水的时候会呛到。第二个大概就是让鼻涕可以顺顺的沿着这个悬雍垂流到喉咙去，不要有喉咙觉得卡卡的感觉。了解。但是当它太长的时候，因为它太长，比较长的一个构造就比较容易因为呼吸的气流乱流而产生震动。它太长就容易震动，造成打呼的声音。
所以这第一个，这个是悬雍垂这个部分跟打呼的相关性。根据统计起来，大概70%到80%打呼的情形都跟这个悬雍垂跟软腭相关。有很大的关系。对 ，OK。另外就是两边这个红红的跟这个2颗葡萄一样这个构造，这是我们一般说的扁桃腺。扁桃腺发炎就是这个位置。是。但是我们知道发炎就是会肿胀、会红肿、会痛的感觉。如果扁桃腺慢性发炎，它很肿胀的时候，就会压迫呼吸道的空间。难怪那个洞就变越来越小，对不对？以这个病人来说的话，它中间真的是可以呼吸的空间，只剩下一个小小的这个缝隙而已。是。所以容易就是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口内的构造，我们就知道说，难怪我们如果在生病的时候，常常会连带的鼻塞。喉咙可能刚刚医生说扁桃腺又肿起来，哇，那个能呼吸的通道几乎都快没了。对，所以当然它就会有一些呼吸的声音出现，对，甚至打呼的。可是等到他疾病都好了，就不应该要有这种声音，对不对？理论上是这样。是，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哦，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要远离打呼，要戒掉，要解决掉这个打呼的这个问题的话，是因为打呼久而久之久了之后，其实它对身体是一个警讯，会告诉我们身体哪里出了问题。对，打呼的影响，如果我们简单分，就可以把它分成是身体健康方面跟生活品质方面。在身体健康方面，目前研究起来比较相关的，大概就是血管性、心血管的疾病。对，因为打鼾这个情形又跟睡眠呼吸中止症互补有关系。当你呼吸需要更费力的时候，氧气浓度减低。心脏就觉得说，哇，我要维持全身的氧气浓度，所以我要工作。对啊，所以我要加倍工作因此造成心血管甚至脑部血管的问题。是，对也有研究发现说，这种一直在打呼这种震动的情形，可能会造成全身的慢性发炎，这都是医学上有研究出来的。是，然后身体发炎了，你就会长期处在一个发炎状况以后，对，这对身体都是不好的，对不对？好，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在身体方面有影响。那在刚刚说的社交生活品质上面，影响也很大。是，对，在生活品质方面，大概就是社交关系啦，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出去玩，朋友，对，朋友不想跟你睡同间房间，亲子的关系，夫妇之间的关系，是对。另外就是白天的精神也会受影响因为你晚上一直打呼，一直有声音妨碍你睡觉，对，白天精神就会很不好，很容易白天都想要度孤，是这样子。另外就是很担心的就是行车安全 ，OK， 对你晚上睡不好，白天没有精神，如果又是一个职业驾驶的话，哇，对，这对行车安全是非常要小心的。所以我们说打呼的行车安全等同于酒驾，差不多，对不对？疲劳驾驶了嘛，所以其实不要疏忽说我没有喝酒但是你非常疲劳，这其实都会造成很多人身的安全。是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来看看可以有什么方法来解决那现在坊间其实有很多标榜可以止鼾或是可以治疗，甚至可以治疗到打鼾这样子的一些用具，可不可以请李医师跟我们说明一下，到底哪些有效，哪一些的成效又没有那么的好呢？好，我们可以先说结论。好，结论就是已经要下了，这么快？就是美国耳鼻喉科医学会也是在公开网络上说的。目前在美国已经有超过300种有专利宣称自己有300种有止鼾效果的产品。是，对。但是美国耳鼻喉科医学会是建议没有推荐任何一种不推荐，等于没有一种是能够100%有效就对了嘛。但是他还是有做一些，因为很多人还是有做相关这个研究。对。那我们这边就举出了几种比较常见的止鼾产品。第一个就是鼻子的贴片，是以前说鼻夹，对，就夹住，我觉得很难体会。鼻子都不要呼吸吗？对，它的意思其实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要维持鼻子的呼吸。所以这样子贴可以呼吸对，它是帮你把鼻子给拉开来，增加鼻子的呼吸。但它的研究就是好坏各有，有人说有效，有人说没效，这是真的是医学上研究做出来的，是，所以并没有说可以确定推荐。好，另外就是绑在手上的手表，我们会说是，他就说是个止鼾器，它是止鼾器，对，但它其实的原理就是让你在睡着的时候，如果一发出打鼾的声音，它侦测到太大的音量，它就会电击你。
让你醒过来，就像枕边人要推他一下。对，真的你真的动它，它动了一下，就不打了对，这个东西好神奇，为什么？因为它改变姿势了吗？对，因为它醒过来了。因为它醒过来，因为醒着一定不会打呼。哇，所以这个算电击器就对了。是，所以这个其实如果各位朋友有兴趣，也可以上网查查看，还蛮多用过的朋友对它有一些就是说评价吗？对，是说我睡不着，当然不会打呼啦。对，是嘛？就一个晚上就一直被电醒，一直被电醒。是的，对。好，那应该是当事人火气都会来了。对，就有人说用了2天我就丢掉了。对，我就觉得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用这个东西。是，对。好，那好特别哦。那这一个止鼾枕应该是最多人用的吧？对，止鼾枕这个东西起源于说我们的临床研究，发现有一群病人，这是大部分的病人在侧睡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有打呼的情形，但是在仰躺直接躺的时候比较容易会打呼。主要有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喉咙的形状大致上这个呼吸道是椭圆形的。对。那如果你平躺的时候，对你如果平躺，它可能就变得比较扁，呼吸道空间就变小了，所以就打呼。但如果你是侧躺的时候，这个空间其实比较不容易被压缩。是，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止鼾枕这个止鼾枕的构造，其实真的详细看，它中间是比较凸起来的，两边是比较凹下去的，它就故意让你在仰躺平平的躺的时候不舒服，对，不舒服，一定要往左边靠或往右边靠，好厉害，才能睡着。好，市面上观众朋友这些你都用过吗？或许你都用过，对不对？可是真的没有效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来找耳鼻喉科医师了。是，对，所以这一些辅助的辅具没有用的时候，接下来医生会怎么去治疗它？是我们大概第一个会先想说，如果患者可以在家里先自己尝试看看的话，会先试试看。第一个大概就是运动跟减重，因为体重跟打呼非常非常有关系，所以基本上建议可以减10%的体重试试看。是。另外运动的话，除了可以帮助减重之外，试试看可不可以维持你肌肉的张力，训练我们肌肉有力量。对，肌肉比较有力气一点点，看会不会就比较不容易打呼。是。对，第二个就是说尽量避免在睡前饮酒。不能喝酒，为什么？酒精性饮料比较有放松的效果。更放松。对啊，我们提到如果呼吸的肌肉再继续放松，比平常更放松，更大声了。对，也很多病人会发现这个情形，说如果我当天喝酒，晚上打呼就会更大声。是真的，这个观众朋友自己，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每天睡觉都会鼾声如雷的话，其实你自己可以去尝试比较看看医生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那如果是这样，就是睡前不喝酒。对，也尽量不要喝酒。那我们知道说侧睡是不是比例又比正躺打呼来的少一点？对，所以我们也会建议要尽量侧睡，头可以稍微高一些，尽量侧睡，然后也要规律的睡眠，这样是好。那我觉得这个是保守型的，就是说病人自己从今天开始就可以来试看看。可是真的不行，都不好啊。好，那医生怎么办？我们大概有一些上呼吸道的手术，可以帮助来重建这个呼吸道，让我们可以避免打呼的情形。所以医生来做的话，就是知道说，他如果不是用鼻子呼吸，他长期是用嘴巴呼吸，你就要把他鼻子的通道恢复正常，对不对？是，对。是，所以有哪些方式？我们可能会建议像是刚刚说的，就是悬雍垂小舌头软腭这边的手术，是，或是扁桃腺的手术，切掉一点对，让它长度变短一些，不要这么容易震动。所以每一个人的长度都没有一定的标准，对不对？对，因人而异了。因人而异，一般来说1.5公分以上，就是算是长的，就非常就可以很困扰你了啦，就很困扰大家了。可以说看到这么长的这个小舌头悬雍垂，我们大概就知道它一定会打呼。对所以可以先从悬雍垂来下手。对，好，切短一点点，是，或是说扁桃腺真的肿的，它就是异常的大的，也可以切掉。对，也可以把它就稍微变小一些，把它拿掉，对，增加喉咙空间。好，那还有就是鼻子的部分呢？对，因为鼻子呼吸正常，我们人类就是要用鼻子呼吸。对，那在所有的研讨会，也许多的睡眠学者都建议说，我们要维持鼻子的呼吸。只要可以正常鼻子呼吸，就解决很多问题了。没错。对。好，所以这边呢，医生就是，如果我们做了这样子的鼻部的呼吸改善的话，其实有多少的打鼾的人会被调整回来？对，因为鼻子是上呼吸道最狭窄的地方。那根据长庚医院我们自己的研究，87%的病人如果有打呼，在改善鼻子呼吸之后，其实87%都会进步。是，所以这是一些鼻子
不正常的一些阻碍他的正常呼吸的一些病患，对不对？比如说像这个图示里面，鼻中隔弯曲，医生怎么样叫弯曲？从这个荧幕上面怎么样告诉我们正常是应该怎么样？是我们这个图是电脑断层图，那我们看到中间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看到有一个我们圈起来这个位置，其实是一个很弯弯的，向右边弯曲过来的一个骨刺的情形。所以正常它应该直直的吗？正常应该是直的。哦，是，所以这就是弯曲了。对，所以鼻中隔弯曲是第一个可能的情形。OK。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下面的图，下面图2张，我们左边是叫做下鼻甲的增生，下鼻甲的肥厚。是。对，那我们下鼻甲跟鼻中隔中间的这个缝隙，其实就是呼吸的空间。是，所以你越窄就差很多了。对，是差非常多的。是，所以只要把这个改善的话，病患就真的可以。那这个手术的话怎么做？简单吗？这个手术是我会比较推荐的手术了，因为在美国的鼻喉科医学会也是研究，94%的病人在接受完这个手术之后是满意的。满意的，所以基本上我都跟病人说，你开刀完鼻子呼吸一定比现在好。真的，而且你会知道说原来呼吸是这样子的。是，而且它这个手术是局部麻醉的，不需要全身麻醉。然后如果真的是不想要住院，它也是可以当天开完刀就回家。是，对，手术时间只有半小时左右。哎，那好快哦！而且大概鼻子开完刀也不怎么会有疼痛的感觉。不疼痛，很多病人都不想吃止痛药。了解，是，所以是100%满意度的一个小手术，对不对？对，可以几94%啊，但我觉得太谦虚了啦。其实你每天都在做同样，其实你们的刀很多，开刀几率很大。那其实以病人这样回诊他们的诉说的话，其实没有抱怨的，对不对？几乎没有。是我还没有听过被是，所以真的，如果你真的为了这个打鼾所苦的话，我觉得不妨听看看耳鼻喉科医师专家的建议。好，我们的鼻子确实是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改善我们鼻子的问题。是的，好，真的，我觉得一举数得吧。是对，因为很多人都说，原来可以用2个鼻孔呼吸是这么舒服的事情。真的是，而且张嘴呼吸，你看啊，你一觉醒来，你会口干舌燥。是的，而且甚至有的人会口臭。是，好，因为长时间你的嘴巴一直张开，很多不好的空气啊、脏东西可能都会掉进去。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观众朋友来好好的思考一下，是不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跟打鼾告别？是，希望大家看完这个之后，可以对打鼾有初步了解。当然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到耳鼻喉科来找我们做咨询。是，今天很谢谢李医师。谢谢主持人。所以，如果你有打鼾的，应该尽快就医。现在的耳鼻喉科医师，他们有很好的技术，开刀手术时间又短，满意度又高，所以呢，可以让大家都能够远离鼾声，享受无声有息的睡眠。谢谢你的收看，健康新知，祝您健康平安，我们下次再会。